你把他们两个捆在库房内一同烧死，原本是打算伪造一个误动火烛。是啊，把他们俩都解决了，麻烦事就一并都没了。不过现在也不差，我再杀一次不就得了？住手！干嘛？你现在再动手，意义可就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如今大火烧了价格库，他们却死在了外边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此事有蹊跷吗？我有办法让尸体完全消失。只要帅家模的尸体不在库房内，刘巡案他就一定会起疑心。那我把他们俩杀了，再放回去不就得了？这个法子好啊！外面那么多救火的人，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两个的尸体给运回去。没错。那你说，有什么好法子？法子倒是有一个，你说。我需要他配合。刘巡案，刚才我们都翻检过了，废墟里只有大量纸灰与残余木架，并无任何尸首。吴飞龙这个蠢货，王知县无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两位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是帅家墨主动要求留下的？正是，我们换他吃饭，他没走，还在那里发呆呢。案图的纸上都是空白的，我们还问他进度要怎么办，他也没回答。二位先生，之后还有谁见过帅家墨？应该就是库房那个老厉吧。王知县，啊，去，把那老张给我带上来。每天日落的时候，价国库就要落锁。今天我去锁门，就看见两个书手说帅先生还在库内。老张啊，这价格库里除了帅家墨，可还有其他人？还有一个叫风宝玉的公子哥。后来，他们俩吵起来了。还吵起来了？吵了些什么？小老儿耳背也听不太清。什么，舆论册来不及，如何交代？莫要连累等于。我提醒他们要锁门了，结果那个公子哥发脾气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他们说，他们是为刘巡案办事，若我再啰嗦，万一是耽误了大事，就要拿我试问。被他们赶走之后，我放心不下，就来看这大火，小的失职。老张，这大火之后，你可有见到帅家墨和风宝玉啊？小的委实是不知道。刘雪，这个帅家墨呢，承诺说会找出人丁四捐税的真相，但却陷入了麻烦，只得一张白纸。而这个风宝玉呢，他是用了所有的身家做保，来赌帅家墨会赢。但是他发现帅家墨的进展不大，甚是着急，便来到了价格库，催促帅家墨连夜查卷。于是，便跟他发生了一场争执。此乃是二人在互相推诿埋怨。你说的似乎跟看到真景一样，莫非你也在现场？我是诸葛村人，刘巡案和几位之前的这个酒宴呢，就是我置办的。我也一直在左近后着，不曾离开。啊，莫说废话，快说正题。那之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有可能是两个人因为吵架，误碰倒了火烛，才酿成了这场泼天大祸。那然后他们人会去哪里？自然是潜逃了吧？你要知道，这烧的可是我们揽溪县的价格库，顶格可以判死罪。他们两个不落荒而逃，难道要留在这儿等死吗？你的这些推论纯属猜测。姑且说在下的推论是有误的，他们两个与这场大火无关，那他们两个就是无辜的。
为什么要落荒而逃呢？他们可以留在原地，又或者直接去找刘玄按名呢？恐怕这刘玄可还有什么意见呀？好手段。范老，信不如命。仓促之间，编排了这么一出好戏，连我都快信了。若要遮掩一事，莫若另开一事，这是做壮士的常用手段。那两位现在如何？他们两个已经被陆飞龙遣送出了兰溪县，前往同阳暗中拘押，疑似还捕文书送至建安府各县，然后陆飞龙便会将他们扭送到同阳县呀。这为何不在我兰溪，还要扭送到邓知县那边呀？潜逃嘛，自然要逃得远一点再抓，这才更像样啊。老知县啊，说到这儿你还得帮个忙，再多发一支签子，给陆飞龙一个捕头的身份，这样跨境抓人，他也有方便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是同阳把犯人转交给兰溪，再接受审判。绕这么一个大圈子，还不如一刀砍了来的痛快。快，它不代表好。放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价格库着大火，这是大事，遮掩不得，怎么都要给朝廷一个交代。与其烧死帅凤二人，不如让他们就此背起这口黑锅。麻是麻烦了点儿，但手续上没有瑕疵，可以杜绝后患。文书手续，我来办。大哥啊，你不连夜把这两个家伙捏这么紧，这山里不放，图个什么呀？做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等我大哥过来，你按大哥的吩咐做事儿就行了。看咱们这个的，不是少说话。来，吃吧。我这儿在哪儿啊？小心包袱，我手里了。大哥，你消消气，消个屁！这妈的，净出些馊主意，咱不能还不公完了，直接杀了这两家，就说他们拒死了，咱不得一家事。大哥，人呢？在屋里绑着呢。大哥，在这儿呢。人呢？人呢？啊！进！哎！现在疼！有没有看到？小芝，你们不是在仁华讨生活吗？怎么跑到同阳山里来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你别害怕，咱们的账已经清了，今天不是来找你们的。我问你，刚才有两个书生模样的人，
从这里经过，你们可曾看到啊？啊？看到了，他们下山去了。走。其实你们没了田，还可以来我家做佃户嘛，何必跑到这大山里来开荒呢？太辛苦了。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宁可自己给自己干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他们俩经过这里，看到这儿有这么大一间茅屋，难道不会过来看看？你们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也不欢迎任何人。走走走走走走，给我搜！是。大哥，这里有个地窖。你不能进去，这地窖许久未通风了，贸然进去很危险的。起开！我来。你怎么了，大哥？你干嘛，大哥？给你扶快！大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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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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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。跟你说了吧，别进去。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忍着点啊！你们到底为什么被陆飞龙追啊？我们是去揽溪茶。疼！哦，慢点，我欠陆飞龙赌债了。哎呀，流年不利。哦，懒惰。爹，忍着啊！你刚不是挺能忍的吗？陆飞龙来的时候一句都没吭。刚才谁敢吭啊？吭声命都没了。哦，哎，也不知道谁放的这么大夹子，疼死我了。啊！是你们？是我们呀。那放在身上可以夹个野兔、野猪，好歹能吃顿肉。谁知道你往那儿跑啊？那是你们夹上我的腿，得给我请个郎中吧。我们可没有钱请郎中啊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在我这儿养伤，我和小智再去采点草药。爹，我们家那点粮食可能不够那么多人吃。哎，我有钱啊！你可以在我这儿养伤，若是想治好的话，就要到同阳县城去了。老帅，要是别人家问起来，你可千万别再说咱们是来揽溪查账的，也别说架个库着火的事儿。
为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那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是陈家妇女救了他们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呀，咱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呀。我明白了。我家在同阳还有个铺子，你每天早上带着我的信，去取点银两，你再叫个郎中过来，顺便让他们给我姐捎个信儿。哎，你说咱们明明晕倒在揽溪县的架构库里，那怎么就在同阳县的破庙里醒过来了呢？这个陆飞龙在想什么呢？爹，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想什么呢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本书吗？我想起它的名字了，叫《思捐全书》。在书的第一页也写着3530。为何我爹也曾经查过？这场大火让我确定人丁思捐税与我爹之间也有关系。《思捐全书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还有，我想起我爹娘的样子了。我找赵掌柜。啊，我就是。这是宝玉的信。好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。就是帅家墨。启禀知县老爷，补班抓到一个通缉犯人，交刑房处理便是，不要来打扰我。这个人是揽溪县要抓的那个，名字叫做帅家墨。帅家墨，带上来。是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算错了。你知道我在算什么？这是商工体，你在计算粮仓的仓储能力，这是要算存粮几何。没错，同阳县的税赋迫在眉睫，想要从容调度，必须要掌握粮仓的储存能力。这儿的粮仓是一个圆柱形，得用元宝之数。所谓周字相乘，以高乘之12而已。但是在粮仓的顶部有一个伞盖，这一块不知如何推算的准确。原来如此。那日我在金安的和会上见识了你这个白璧绘影之术，颇为欣赏。回来我也试着看能怎么用它，但是才学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
疏漏不少，才学确实有限。你也真是蠢！既然本官在通缉你跟风宝玉，本官又怎么会不在封家铺子设下眼线呢？宝玉在山中养伤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说吧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，竟然要揽西县连夜发来文书海捕？你刚才唱的那个歌很好听，能不能再唱一遍呀？我又不是卖唱的，你说唱就唱啊。忍忍啊！哎，疼！哦，我轻点，我轻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喊什么疼呀？那不疼喊疼是矫情，我这真疼，喊疼这叫坦诚，好吧？行，废话这么多，看来情况还不太严重。好了，等你的同伴请了郎中回来，到时候再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药。这么说，价格库是被陆飞龙烧的，你们也是被他绑架的。是的，这个毛盘凤，人丁思捐这事儿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官面上辩驳，这种宵小行径实在是过分，倒显得心虚羸弱。所以你会放了我？本官不能放了你，因为我们金安八县是有攻守盟约的。我若将你放了，岂不是自掘坟墓吗？为什么？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希望能够从算协的角度跟你堂堂正正的去讨论人丁私捐税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人丁私捐与我同阳县不利。即使你说的再有道理，我也要极力去反对。我们也许能成为朋友，但不是现在。听不懂。听不懂，本官就是因为你听不懂，所以才能叫你倒倒苦水。我在上任之前也是满怀壮志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县之长，百里之侯，可以尽情的施展拳脚，匡济天下。可当你真正坐到了这把椅子上，你才知道，就是把这一县管好都要殚精竭虑的。你就拿我身边做事的这班小吏来讲，人家的职位是世代传承。而我呢，就是一个流官，我既要倚重，又要提防，我稍微一个拿捏不准，便是身败名裂之局。我还是不懂，要不你在墙上给我画出来。你是不会懂的。总之，本官不会把你放走。我只会按照正规的程序把你收监移交。若旁人问起来，我也只能昧着良心说我对陆飞龙的事情全然不知。可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又怎会不知？荀子有云：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我在这同阳县不过是一叶孤舟罢了。顺流而行，大家千好万好；若逆流而行，是会淹死人的。原来你不会游泳啊！我若像你心思这般单纯，该有多好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好。
你想不想知道人丁丝绢的真相？兰溪县的价格库已经烧了，你还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，不需要看兰溪县的价格库，同样可以证明邪祥与人丁丝绢之间的关系。幸亏啊，及时用了草药，不然你这条腿可就废了。老朽带来的药也得症状，日日煎服，很快就会好的啊。谢谢你。你拿着。知县老爷君命，让你等好生看护，不得放走，也不得让他对外传递任何消息。过几日自会有人来押送。哎，那老帅呢？哦不，帅家墨呢？他怎么样？你还有空管别人？走了。啊，我送送你们。完了，你居然是逃犯，还敢瞒着我们！我当时就不应该让老帅一个人去，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怎么可能完成得了？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你知县既然派郎中来照顾你，还留了钱，说明你那个朋友也没什么大事，你安心养伤吧。不行，我得去同样。你干什么？你干哎！你干嘛？我就是想去救我朋友。你现在下山，你这条腿就彻底废了。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伤养好了。我去煎药。飞龙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？你跟了我多久了？不坚信办事的人。范老，邓知县刚刚寄来了牌票，说帅风二人已被擒拿一个，另一个也将很快到案。邓知县果然是自己人，办事不妥当。这次我亲自去见，绝不误事。范老，我这就准备一下，只要他们两个押解回来，立马开审，定把罪名敲得实实。不必，早该一刀斩之，也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这个思路当真是绝妙。从徭役反向推算至税赋，可谓独辟蹊径，一叶而知秋。当日辩论时，你意图从缴费驳斥我，这才给了我灵感。那我还真是荣幸。不过你这个算法，说来简单，具体核算可是个水磨功夫。你想想看，需要一个县一个县的去计算，然后再归并统除，挺繁琐的。不难，交给我来算，很快就能算完。你可真是个算呆子，既然一点也不设防，你就不怕我提前知道思路，事先做好准备？哎，你若是有比这更合理的算法，拿出来一起讨论，那不更有趣吗？帅家墨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人丁四间税的变革关键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算法问题，是一个利益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人会跟你算这些细节，斗的是心计，要的是好处。就算是本官，也只能私下里跟你聊聊这些。到了官面上，你说的再对，我是不会认的。你也说了我的算法是对的，为何不认？
对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赋议皇册虽然是记录一地人口增减的正理，可它早就沦为废纸一本了，里面的数字都是虚的，敷衍朝廷罢了。你用赋议皇册去推算，绝算不出正确的结果。那晋安府如何征调民夫？如今府里和县里要是真征调民夫，自己都会编一本赋议白册，那里面的数字才是真的。白册？但你觉得他们会把白册开放给你看吗？这世上人心比算学更复杂。不，有一桩算学比人心还难懂，我如今尚未参透。什么算学？邓知县应该对丈田之术也很熟悉吧？身为知县，了解如何丈田乃是常识。田地根据形状分为方田、龟田、奇田、弧田、斜田等，可还有一种腰田，形状溜凹四处，非常难算。我幼年的时候，依稀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种解法，叫做推步锯顶，转眼之间就可以算出结果，正是这种腰田的可行。说来看看。可惜我当时太年幼，我只记得要先以经纬推步，再算腰田各处的顶点。只可惜我记不得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研究，有所突破，可还是琢磨不透。这样，丈田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工作，咱们就此比试一下如何？这是同阳最有名的一块腰田，怎么样？开始吧。再不吃面要坨了。真是厉害。我只是算得快，但你看我用的算法和你是一样的，要是用上推步锯顶之术，还能再快1倍。仁华县这个地方山多，这种腰田到处都是。用现在的方法太耽误人工和时间。如果你那个推步锯顶之术真的要能在瞬间算出面积，那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只可惜啊，我怎么也推算不出来。看来恐怕只有《四卷全书》中才有所记载了。《四卷全书》是我父亲写的一本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内容，可我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3530这个数字在里面反复出现。3530，人丁四卷税。难道你就因为这个数字掀动的人丁四卷案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一道解不开的题：为什么我家里走水那天我不在家？如果就如程仁卿所说，我父母是畏罪自杀的话，为什么他们2个偏偏留下我？
令尊令堂之事确实令人惋惜。不过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太执念于此。人丁私捐税这事儿，你我乃是敌手。不过像你这般赤子之心之人，确实是不多见了。本官非常钦佩。只是我到任不过2年，对之前的事情都不太清楚。不过万城的任主簿是本地人，之前的事情他或许知道一二。你从桐阳回兰溪需要经过万城，我修书一封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这还有肉啊！啊，这什么肉啊？香吗？香。老鼠肉。哎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，兔子肉。啥？兔子肉。哎，就算是老鼠肉，怎么能不吃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算口福好的，我们山上放的夹子啊，这个月就逮到2。啊？逮到2回？那上一次是什么呀？就是你呗。哎，不，你怎么骂我是畜生呀？哎，你爹的呢？怎么不叫你爹来吃饭？哦，他干活呢，锅里我给他留着了，我吃完换他。啊。我们庄户人家就像麻雀，数着粮食过日子的，后来1天都可能饿死。这么严重呀？我发现你真是什么都不懂。你们读书人都这样吗？嗨，我姐之前也说过我，说我不通事务。我跟你讲啊，读书人，我们家从前有5亩地的时候，我爹、我叔叔，还有我一个表哥，3个庄地，日子虽然紧吧，但还算能过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但官府的税重啊，除了1年2次正税之外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税，还有服徭役，这1年忙到头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结果就在前年，我叔叔和表哥去服徭役，一个病死在工地，一个落下了病根。我们家的壮丁减了大半，连种田人手都不够了。交了官府的税，明年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借，但唯一能借到的就是印子钱。这时候陆飞龙就出面了，骗着法子要我们贱卖土地。一开始我们卖的是2等坡地，但是这利息实在是太多了，滚来滚去滚到最后根本就还不上。卖光了坡地，卖水浇田，又卖光了田地，才勉勉强强把这个印子钱给还上了。真的是迫不得已才到山上来开荒的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失了地，要么去给富户当佃户，要么就逃到外地去当流民呗。啊？那这样的话，岂不是有钱人的土地就越来越多，那老百姓的土地不就越来越少了？那可不就是呗。你看桐阳，哪几个乡绅富商的土地不是接连成片的？我们老百姓呢？
我们老百姓的地只能见缝插针，到了真要缴税的时候，就苦了。不对呀，那土地越多，缴的税不就越多了吗？人家是什么人呢？有的是办法少交税，不然怎么拼了命的往怀里弄土地啊？可是官府的税是固定的呀，他们少交1分税，我们就得多交1分。哎，你是读书人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越有钱的人交的税越少？皇帝到底怎么想的呀？那是朝廷体恤乡绅，所以钱粮优免，以示德化之意。那我们老百姓的钱谁管？你的不大眼窝！上来！巡按刘大人已经来了2天了，东光是真的不打算去拜见一下了？兰溪这一把火烧的是干干净净，他还好意思到我们仁华来巡案？真是个无事生非的巡案。哎，哦，对，有个牌票，是童阳发给我们仁华的，说是冯宝玉和帅家墨抓着了。啊，俩人跑得还真够快的，居然从兰溪跑到了童阳。跑得再快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被逮的。按道理说，这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儿。邓知县还给我们发了个牌票，什么意思嘛？哎呦，还打不打牌了？哦，打，快点噻！啊，小鸟飞。崇德兄，这次领教了吧？这远离中府之地，纷争更深啊。我只是个路过的，不像老兄你身在局中，自然是会更辛苦啊。哎呀，我下这么一个弃子，目的就是想把外边的大龙给接过来啊。内封条陈，我一看，角度刁钻，善解大事。见笑见笑，我也是实在是身陷重围，不得已才把崇德兄引来当奥援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奥援一到，他们可好，直接把棋盘给翻了。久闻边角难缠，一方难治。我本来还不相信，这次算是开了眼界。那崇德兄认为这局棋还能不能下？人丁思捐这个案子还是得办。于是我在兰溪吃了瘪，若不扳回一局，以后不要巡按奉行了。而且你老兄也需要政绩，重回中书。于公呢，张首府清简仗地，势在必行，而奉行素来是引田最多，阻力最大，所以必须要杀一只大鸡来进攻。家里您就放心，别忘了。好。哎，出来，都出来了！消息这么灵通啊，赶去救你弟弟，可惜你救不了。你说救不了就救不了啊？不才，这海捕文书正是在下的手笔。给我揍他！住手！冯掌柜啊，我劝你一句，最好别去。去的话，你非但救不了你弟弟，反而会害了你。那你说怎么救？你给我多少银钱，便买多少公章。是你求我。
我还没有说完。这样就行。这样就行了。我就是弄不懂你啊！你一会儿救他们，一会儿要害他们，你到底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正所谓，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孙掌柜，高兴。你等会儿，钱还没拿。读书人啊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小志，你让你爹休息会儿吧，这都干了一上午了。嗯。那个，我过2天让我姐送点东西过来，今年冬天肯定能熬过去的。你可真是个傻子，自身都难保了，还觉得别人熬不过去。陈姑娘，啊，多谢照顾。哎呀，这个玉你帮我保管着，我这一路不方便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再回来找你拿。等一下，他们都激我！好了，上路了！老山。大哥，人来了！我乃揽西县补班班头，奉命在此交接人犯。哎，班头，哎，我要报官，就他，他就追杀我们的那个山贼。少啰嗦，来！追杀我们！哎。啊，文牒，文牒呀！哦，是啊。我觉得我们到不了兰溪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来交接的，把犯人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可是我们接到的命令是，把犯人送到揽溪县为止，途中不得转交他人啊。这不才刚进万城境内吗？哈哈，来，我呢
也是怕几位太辛苦。嗨，可以少走几步路嘛。回头我请几位喝酒。不必了，这也是邓知县之前交代过的。上路吧。上路。上。这，大哥，这。哎呀，你第一张牌就出来个，你不会打哟！我怎么不会打？我就出这张。老方，你快点吧，我完了没得？哎，完喽完喽！我看你还打不打？打不打了呀？出嘛！小鸟飞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哎，不要我抓了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别闹别闹别闹！别动！来这个。你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来给您送火腿的。风碧玉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民女有冤要诉。有冤要诉，你到惩罚房去挂号啊！你拿把刀，你可触犯他刑律了啊！我弟弟没时间了。哎呀，他那个罪名确凿，他被这个揽溪县啊已经缉拿归案，正准备审理。于情于理，我真的无能为力呀！哎呦，民女只有一句话要问，问完就走，绝不纠缠。快说。揽溪县价格库焚烧之事，您是从哪里得知的？揽溪发给众县的那个海捕文书。那对于此事，您可有疑惑？你想诈我啊？我是想问，毛知县就没有提前知会过您一声？揽溪县的事儿，他毛知县知会我干什么呀？那今天8个知县说好了是互为同盟的嘛，而且这么大个案子，涉及到2个关键性人物，再怎么就应该差一个小厮过来给您捎个口信儿，那是最起码的尊重啊。您老为了顾全大局，那忍辱负重，肩膀上扛着骂名，多么大的牺牲啊！他们可曾在意过？你说的太对了。人丁思捐合议结束之后，揽溪、同阳、万城同时发出榜文，那是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胜利。您费了最大的力气，他们得了好处，哎，把您晾那儿不管了。要不是您挂出了个祝愿免告示，怕是连一封慰问信函都无吧？谁说不是啊？但就算是他们重金贿赂您呢，何有1分1毫银钱送？这就是贿赂我也不会拿的。哎呀，这个拿不拿是一回事，他们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。啊，动作快点哈，一个。方知县，恳请您担负起一县之长的责任，为民做主。哎呀，你说的简单呐，我绝不为难您。今天来，只有一事相求，绝不违法，也不徇情。你说，请将这牌票行至金安府就行。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就人丁思捐这件事儿，咱们做对了没有啊？我反复验算过，数字肯定没错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对错，就如今下边的老百姓过得已经够惨了，这笔税摊下去，又得有人破产了。人丁思捐税的总额是不变的，3530两。可交税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去揽溪不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走了？邓知县临行前有嘱托，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单家木，出来。
帅先生，上次和议一别，许久不见。我记得你，你话不多。老朽年纪大了，只是个凑数的。邓思琪说，你知道我父亲的事。我的确与你父亲有旧。20年前，老朽与你父亲帅敦成同在静安府为吏，算是有些交情。我见过你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好啊，老朽也不想记得。那是一个10年难遇的灾年，家禾枯槁无收。咱们静安有供奉龙王的传统，风调雨顺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。那一年都已经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风调雨顺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。这如今又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父亲写过《思捐全书》？那本书是你父亲所著，老朽恰好看过。你还记不记得里面内容？有没有记载推不据顶之说？帅家墨，老朽与你做笔交易，如何？什么交易？你撤回人丁思捐的提告，老朽便把书中能想起来的都告诉你。这就是你的答复吗？那本书对我很重要，但人丁思捐对我更重要，因为它是错的，而错误必须改正。那关于这本书的事儿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跟人提了。敦成，没想到20年后，他还是走了你的老路啊！仁兄，赶紧下来帮我啊！敦成啊，你明知道这是仁华最妖的田，武功堂下69号，错综复杂，你还答应护房说今日之内定能量完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有独门秘籍。从哪弄来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你看，古者良田较阔长，全凭绳索以牵粮。哈，每次看你老帅仗地呀，真是一种享受。敦成啊，只可惜朝廷没有明算这一科。
不然凭你的本事考个状元轻而易举。人各有命，我呀就喜欢这一口。要是一辈子能在这良田，我也觉得挺好。说的也是，这人呐得乐天知命，像我也一样。既然在护房做了吏员，大的前途就不要去想了。运气顶了天，也只能做到一线之主簿。哎呀，任兄啊，你要是做了主簿，那你可得请客。没问题呀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揽溪的地界了，移交给我们吧。请严明正身，犯人帅家墨、封宝玉2名，移交揽溪县补办无误。你们俩自求多福了。走了，上路。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不急，一会儿找个没人的风水宝地再动手。好嘞。老帅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一会儿我喊1、2、3，咱俩就跑。点儿。贾墨，给你包子，你自己玩一会儿啊。你爹一会儿就出来。跑！看个屁！就这儿了，动手！老帅！啊！呀！老帅快跑啊！走！老帅快跑！奉金安知府令，前来提审犯人帅家墨、封宝玉。这是我揽溪县事，你可看清楚了。这文书乃是黄知府与刘学案联署，带我回禀毛知县。不必了，一家主人已赶去仁化县，3、4联审。毛巾上身的又回来了啊！快，准备操席子！哦，对，操席！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二位，和好了，有什么事儿招呼一声啊。说还挺有意思，上次来是捞你，这次咱们俩一起回来了。
哎，他不是在揽溪丢了吗？怎么还自己跑回来了？还知道你来监牢了？嘿，成精了都。毛知县，快通知范老！范老啊，范老看书呢。哎呀，这何事啊？哎呀，不知因为何故，这案子突然发到金安府去审理了。这明明烧的是我揽溪的价格库，也是我揽溪县发出的海捕文书，这理应在我揽溪审理才对呀。我呢，在金安府衙有几个眼线，据他们说，是仁华县先行文给了金安府，黄知府才发出消息的。方石相，我是给他发过海捕文书，可他为何要发到金安去啊？毛知县害怕了。范老，多虑了，我怎会怕他？只是在下觉得，既然这帅家墨活着回来了，那黄宁道和刘庆一定会把这个案子搞出大动静啊。对面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案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呀，在下确实头疼。既然他们想要官面解决，那就用官面的办法去应对吧。您是说程仁清？恕在下直言，范老不可对此人过于的倚重，在他眼里只有银钱，这稍加抬举便得意忘形，多说两句就心存怨怼呀。又不是建牌坊，人品有何大紧呢？可这程仁清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讼师啊，就算他嘴皮子辩得过，若知府和巡案用官威压他，怕他是扛不住啊。咱们靠他办事，恐怕……谁说我靠此人办事了？今晚我要请金安的几位老友吃饭，请方知县过来一叙啊。上仙啊，不，帅家墨，宋同派要见你。我早就劝你要让你收手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你现在落到什么地步了？宋伯伯，你听过《思捐全书》吗？四捐全书。我最近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，总是梦到这本书。我记得我爹娘去世那一晚，这本书曾经在我家出现过。我爹从一个包裹里面把这本书拿出来了，我只看过其中一页，上面很醒目的写着3530。除此之外的细节，我就记不清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本书是你爹留给你的，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，对吧？是的。
任主播好像知道内情，但他不肯跟我说。哎呀，贾木呀，你不要再说这本书的事儿了。明日三座会审，我听说他们要下决心把你的案子审结呀。我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证据，只要能够查阅赋100册。贾墨呀，现在这不是你找真相的地方，这是阴阳调和之所在呀。阴阳调和，就是大家都满意，大家又都不满意，最后都觉得只能是这样了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这就是妥协之道啊！这关乎着利益，所以注定你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怎么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就是不明白呢？这样，你听我的啊！我希望明日在3座会审之上，我保你一条性命，所以前提是你得先配合。怎么配合？不做事，不说话。你的意思是，就不要再算这些了？不做任何事情。我最近想起很多事，可记不起的是更多事，所以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大。丝绢全书为何要叫丝绢全书？丝绢，这与人丁丝绢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丝绢与推步据挺又是什么关系？我爹的罪名也是人丁丝绢，要是我能看到那本书，你能看到那本书又能如何？你现在先要搞明白你自己的处境，不要像你爹一样认不清自己的罪孽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